老朱，你过来。他伸手照过老朱，附耳一阵低语。老朱点头，自带人进来，把江青哥抬出去。总管，把他抬到哪儿去啊？后殿壶里喂鱼。江青哥躺在担架上，听着老朱的话，唯恐老朱对他不利，忙不迭地爬起来。我怎么在这里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他装出一脸懵的模样。江姑娘可算醒了，快回去帮帮他们吧。你是福运圣女，你去了自然消灾解难。赶紧的，再把江姑娘抬回去。且慢，太后那边有何太医看顾，太医医术高明，应该无碍。苏家视我为眼中钉，此时我若去了，只会激怒苏浩，还是暂避为妙。这样吗？那么就随江姑娘吧。老朱看着他那仓皇的背影，冷笑一声，回去复命。客房中，苏氏和江青哥坐在一起发怔。苏氏原本想着有太后和长公主撑腰，自家女儿定能找回面子，可听江青哥说灵符失灵，瞬间又慌了。青哥，说不然我们回府吧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这心里慌得厉害。我今日一直被苏黎那贱人弄得颜面尽失，岂能这么回去？再者，母亲忘了我们惹下什么样的祸事了吗？若是这么回去，怎么跟父亲交代？他那般贪财，若叫他知道了，只怕要发疯的。你说你当时都要走了，你干嘛扯那些有的没的？若你不说那些话，又怎么会遭他反咬一口？母亲真是幼稚。哼，你以为他们想要家中的想法是被我激怒之后才想起来的吗？苏黎和那老不死的，只怕早就计划好了。就算我不说那些话，他们也会借断亲之机当众讨还陪嫁的嫁妆。到时候母亲被架在那里，又岂能不还？我现在只后悔不该把这断亲之事弄到这群芳院来办。若是当时在那巷子里断了，就没有今日之祸了。母亲也莫要再说这些废话，您应该好好想想该怎么配合我执行接下来的计划。那计划还要进行吗？今日很多之事都出乎我们的意料，我总觉得再留下去会出大事似的。是会出大事，但是出大事的是苏黎，我一定要亲眼看到他声名尽毁，万人唾骂。对了，我让你差人去找顾千成，你可找到了？没有。你4个哥哥还有家丁婢女把这园子都找遍了，也没看到他人。我当时就在想，他会不会根本没来？江青哥从未想到这个可能，李氏急了。他不来，那接下来的戏还怎么演？可是真没找到他。而且你想想，方才大家都聚在园子里瞧热闹，那么大的阵仗，他又那么关注苏黎，怎么可能不出现？他若是在的话，不可能不帮苏黎说话的呀。他明知苏黎今日来这群芳院是来赴鸿门宴的，他怎能不来呢？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？既然他没来，若不然咱们也回。够了，您能不能别说这些丧气话？我方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回去根本没法跟父亲交代，所以今日之事必须得成。可顾千成没来怎么成？差人去叫他，让人散播谣言，就说苏黎那贱人快要被我弄死了，就等着他去收尸呢。我看他还不来。青哥，你说这顾千成真的会来吗？他一定会来，他对苏黎是什么心思，没人比我更清楚了。母亲，你打起精神来，这戏还要由你来唱呢。我知道了。那现在呢？我们做什么？就这么干等着吗？哼，怎么能干等着呢？现在我们得出去造势了。此时的桑英和邵慧丽以及他们各自的父母，就在刻意把话题往苏黎和离的事情上引，顺势再扯出顾千成对苏黎的诸般照顾帮助。然而经由辕门一事，这次的传播效果不佳，众人都能看出他们包藏祸心，绝大多数人都聪明地选择了沉默。苏黎听力敏锐，虽隔着一段距离也能听到这几人在嘀咕什么，但他只当没听到，推着苏老夫人跟周氏和苏京寒他们一起在园中闲逛。哼，怪不得大家每年都来这群芳院，这里果然是一处神仙洞府呢。我们久在边城，
倒不知京中还有这般好地方。这群芳苑本来就是前朝行宫，前朝皇帝每逢入冬都要搬来此处。据说啊，这里便算到了冬日，也是温暖如春，繁花似锦了。花无月是群芳苑的常客，忙介绍道：那可是，不过这园子太大了，真正到了冬日里啊，也就温泉四周才有那般盛景，其他地方可没那么暖。这花木啊，也还是会凋零的。陆阡陌好奇地问：听说温泉附近还种植了不少果树，这个时节可见桃李杏开呢，只可惜没亲眼见过。那便去瞧瞧吧。我们一家人也都未见过，甚是好奇呢。今日赏菊宴，群芳苑各处都设有美酒佳肴、糕点果盘之类，可随意取用。阿离，那边还有菊花糕，我刚刚吃过了，甜而不腻，还有股菊花的清香，你要不要去尝一尝啊？好啊。苏黎点头，随他一同去桌旁取用。桌旁站着园中侍女，这糕点辅以美酒，最是美味。侍女说着，端起酒壶为二人添酒。不知从哪里跑出来2个半大少年，打闹着跑过。端酒侍女忙向一旁躲避，这一躲撞到了身后的苏黎，酒水大半都洒在苏黎胸前，顺着他的衣裳淋漓而下。天哪！贵人饶命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虽说你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你可知道他身上这衣裙值多少银子吗？这可如何是好？他这么一说，侍女愈发害怕，泪流满面，不住地叩头求饶。行了，起来吧，一点小事而已，你该做什么做什么，衣裳脏了回头洗洗便是了。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贵人若是不嫌弃，就让奴婢为您将洗吧。客房中备有衣裳，您可以挑一件换上。你们客房中居然还有衣裳可换？有的，每次宴会总有贵人会不小心摔倒，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弄脏衣裳鞋袜之类的，所以公主便差人在客房中放了些衣裳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真是太好了，那便带我过去吧。贵人请。阿离，我同你一起吧，2个人一起，万一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。好。两人随侍女穿花绕柳往西北方向而去，很快便到了一处小院。你快找衣裳给我换吧，我待会儿还要出去跟他们玩呢。好的，贵人。贵人请随我来，衣裳在内间的柜子里。苏黎随他走进内间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，香气氤氲在鼻尖，令人头脑发滞，眼皮发黏，腿也一阵阵发软。阡陌，快带我离开！阡陌，快带我离开！阿离莫要说笑，你这衣裳还没换呢，怎么能离开呢？不换了，这里的熏香不对劲，我怕其中有诈。不怕不怕，有我在这呢，什么都不用怕。陆阡陌挽着他胳膊的手越缩越紧，直接扔到了里面的软榻上。他挣扎着爬起来，努力睁大双眼去看眼前的人，然而眼前人影虚浮，他竟然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。阡陌，陆阡陌，你在哪儿？他踉跄着爬起来，朝着那虚浮的人影抓去。谁？你不是阡陌，你是谁？七妹妹，我是你的六姐姐啊。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江青哥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江青哥上前一步，一把掐住他的脖颈，用力将他推倒在床上，开始疯狂地撕扯着他的衣裳。我要找个人干死你，我要那个人当着这群芳苑几百人的面与你干柴烈火，颠鸾倒凤。我要你这贱人在京城身败名裂，万劫不复。江青哥，你疯了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知道安阳长公主最见不得这种事的。你在她的地方做这般龌龊恶心之事，你不怕丢人现眼吗？苏黎，你搞清楚，丢人现眼的人是你，龌龊恶心的人也是你。今日
死定了。对了，你知道我给你选的奸夫是谁吗？是顾千城，你前夫的兄长。你为什么要和离？因为你跟他私通，而他勾搭了自己的弟媳。你看，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啊！苏黎，你猜你们俩在这里苟且之事，若是被游园的人撞见了，他们看见你们做出这般有违人伦之事，你们将会被游街示众，万人唾骂。这个结果你喜欢吗？江青哥看着眼前萎靡瘫软的苏黎，心中快意异常。不是说医术比我高明吗？现在不照样被我的迷药迷倒？且等着吧，待会儿啊，我会让你好好享受的。哼！说完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苏轼听说一切就绪，立时精神抖擞，理理衣裳走出去。李氏、刘氏等人本就在附近闲逛，见他忽然出现，一起迎过来。侯夫人，你可好些了？好多了。我呀，正要找你们一起去温泉那边瞧瞧呢。我们也要过去呢。正好一起。几人说笑着，一起往温泉方向走去。这一路，侯夫人见到谁都热情地打着招呼，邀请大家同去温泉赏景。这温泉真是好。这都初冬时节了，京中花木凋零，这里却还是花开锦绣。你看，这算什么？这里的桃树还能开2回花呢，这春天开一回，秋天时再开一回。我记得那边有处客房，院子里种了好大一棵桃树。你们说这会儿会不会又开花了？很有可能。要不咱们过去瞧瞧？好啊。我跟你们讲，那处客房比较偏僻，平日里很少有人去。那桃树若是结了果，咱们回头还能尝回鲜呢。他这么一说，众人自然加快了脚步。没找到？没有。还有那个陆千墨，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我明明看到他跟在阿离后面走的。李曼英急得快要哭出来。那个侍女也没见着。老夫人，你说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？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形？你再仔细说一遍。就是有2个孩子碰倒了侍女，侍女手中的果酒弄脏了阿离的衣服，但侍女带着她去客房更衣。我本来是想跟着一起去的，但我看陆千墨跟上了，我就作罢了。早知道我便跟过去了，但侍女定然不怀好意。花无月说到这儿，后悔不迭，眼泪汪汪。可是这附近的客房我们都寻遍了，阿离肯定是被人算计了，弄去了什么隐蔽的地方。哎呀，祖母怎么办？此事必然跟江青哥和苏轼脱不了干系。涵儿，你去找薛大人帮忙。老大家的，你快推我去找公主殿下。我们呢？你们就在这附近探问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吧。周氏推着苏老夫人径直去公主歇息的大殿。苏氏引着一群人与苏老夫人对视以后，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。我们打算去摘仙桃呢，那桃花啊，好看的紧呢。老夫人要不要一同前往？苏老夫人听得心里一颤，总觉得她话里有话。苏氏看着她那骤然变白的脸，愈发的得意，轻笑一声，带着众人疾步离开。让灵儿去找涵儿报信，我们跟上她，看她意欲何为。苏氏带着众人在云雾缥缈间穿行，拐过曲折的小径，最终到达他的目的地。顾慈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随我们公子来这里摘桃。摘桃？摘桃用得着锁门吗？你哄谁呢？公子怕别人过来跟他抢，所以要小的把门锁上了。我想你们也来了，那就让给你们吧。桃树在那边，你们快过去吧。我得去找我们公子了。我随你同去吧。有些日子没见到顾公子了，今日正好碰上，总得打个招呼。我公子客气了，我们公子这阵子心情不好，不想见人，所以还是
还是下次吧。不想见人？我看是不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不想让我们知道罢了。你胡说，我们公子才没有，这本来就不喜与人交往，你们何必强人所难？你们赶紧摘桃去吧。哼，干嘛管我们公子怎么样？今儿个我还非要管了。好在哪儿呢？请妹带路。顾慈用力挣扎着，目光却不自觉地往某个方向瞟。我不带。那边客房好像有动静。刘氏顺着他的目光，很快发现了端倪。我去瞧瞧。江清源扯着顾慈大步向前，众人也一齐跟上。顾慈挣脱不得，放声高叫：公子，快逃！快逃啊，公子！你们公子到底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见到我们还得逃？就是呀，这逃得了和尚，还能逃得了庙吗？2个、3个、4个，随我去瓮中捉鳖。还未到客房门前，便听到里面传来一声男人的闷哼，紧随着闷哼响起的是女人暧昧的低吟声。在场的妇人面色都不自觉一红，大家都是过来人，自然能听得出在什么时候男女会发出这样的声音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神仙洞府之中，竟有人敢在公主殿下眼皮子底下行如此污秽之事，当真是狗胆包天呐！那男的若是顾大公子，女的是谁啊？众人不说话，都看向了苏老夫人。你们看老夫人作甚？难不成你们怀疑那女的是阿离吗？不，绝不可能。侯夫人何必阴阳怪气，一再暗示？哼，你根本就是怀疑里边的女人就是阿离，何必再装腔作势呢？老夫人，您误会我了，我可从来没这么想过啊！唉，我若是真这么想了，看到顾慈时便拦着众人不让进了。虽然我跟她断了亲，但她到底也是我的女儿啊！我这个做母亲的哪能做出这种事呢？老夫人您放心，我们阿离呀，绝对不可能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来。哼，阿离当然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，你的亲哥嘛，倒有可能。老夫人何必出言伤人？苏氏冷下脸，扭头看向顾慈，厉声喝问：说里边的男女到底是谁？不知道。顾慈扭过头拒绝作答，江清远一巴掌抽过去，打得顾慈满口是血倒在地上。母亲，儿子这就把门踹开，看看到底是谁这么不要脸。远儿，这群芳院是皇家御苑，赏菊宴是公主殿下所办，此事应该尽快告诉公主，由公主殿下来定夺吧。向夫人，您说对不对呀？侯夫人所言极是，此事的确该交由公主定夺，快去请公主过来。不用了，本宫已经到了。公主殿下来得正好。唉，这光天化日之下，可真是羞死人了，真是作孽呀！这好好的地儿都被他们给弄脏了，简直是该死。侯夫人所言极是，一道声音轻巧地接上她的话。这样不要脸的人的确该死，就该拉去骑木马游街，进猪笼陈塘，最后再来个千刀万剐。苏黎，你怎么在外面？瞧侯夫人这话说的，我不在外面，难不成还能在里面吗？可是你明明……苏氏说到一半瞪着他，像见到鬼一样。侯夫人，您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？阿离，苏老夫人急切地朝苏黎伸出手。苏母，阿离没事的。怎么都站在这里？又一道声音响起来，苏黎和顾千城都在外面，那么在里面的一对男女会是谁呢？他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哼，这满园菊花你们看不到，一个两个的倒跑到这废弃的客院来看桃花。行，这么想看，索性一起看个够。来人，把门撞开。是。老朱听令，带着2名侍卫上前，就要抬脚踹门。苏氏却一个箭步冲过来，挡在了3人面前。侯夫人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公主，若不然，让臣妇帮您看吧，免得污了您的眼，在本宫的宴会上做出这种脏事，本宫绝不容忍。侯夫人莫怕，不会是江清哥的，
江青哥可是侯夫人亲自教导的，您那冰清玉洁的女儿，绝技做不出这等烂事来。公主，公主！苏氏跪在安阳脚底，口头如捣蒜。求您了，求您了！安阳抬脚踹开他。哼，苏氏母女算个什么狗东西，竟也敢拿我当刀使！安阳公主愈想愈气，怒声道：“给本宫砸开！”老朱听到这话，再不迟疑，带着2名侍卫一起抬脚。咣当一声，门板直接被踹倒在地，门内的龌龊便一览无余。战王殿下！战王妃在外听到战王2字，面色骤变，一个箭步冲进来。萧云，真的是你怎么做出这种事？阿念，是我糊涂了，喝多了酒没能把持住，你先把人带出去，等我收拾好，自会向长公主请罪。说完又看向安阳，狼狈道：公主，对不住，是我脏了你的地儿，我会给你个说法的，求你给我留点颜面，我真是喝多了原来是喝多了。苏氏忙道：男人喝多了就会胡来，王妃您别生气啊，这个时候还是让王爷自行收拾一下吧。说完也不管战王妃是否同意，就急吼吼地把人往外撵。行了，没什么大事，战王殿下喝多了，被侍女算计了大家都散了吧。侍女？哼，让我来瞧瞧，是哪个胆大包天的侍女敢来算计我的夫君？阿念，我真的知错了，就这一回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给我留点颜面吧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护着这贱人不成？我不是护他，是我喝醉酒强迫了他，他是无辜的。阿念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一个贱婢一般见识。战王妃松开手，对着那女子狠踹几脚，只踹得那婢女惨呼连声。蒋念，你别逼我休了你！这贱婢果然深得王爷宠爱呢，你竟为了他要休了我。好啊，你休啊！但是在你休了我之前，我先弄死他！他想起萧允跟江青哥之间的种种，千般心酸，万般愤恨齐上心头，索性不管不顾去拉扯沙曼。萧允大怒，抬手便要打人。萧树见了，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护着战王妃往后退。那遮羞的沙曼被带着扯了下来，沙曼下一具曼妙裸体立时暴露在众人面前。江青哥！萧树看清他的脸，眼前一黑，险些晕过去。江青哥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江青哥，我一直将你当作女儿一般看待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？还有你，萧雨，你明知道你的儿子喜欢他，我有意选他做儿媳，你却在这里跟他偷情，你们是禽兽吗？他说到最后，捶胸顿足，哀声痛嚎，哭倒在地上。王妃有所不知，这世间有些女人呢，就是喜欢偷一个不够，得偷上一群，让一群男人为她神魂颠倒，她才觉得快活呢。让那些男人败在她的16裙下，于她而言，可能是莫大的荣耀吧。作为元贞的岳母，正是这番话含沙射影得很直白。萧允、元贞、温佑安、古明轩，还有刚刚的娄玉春和萧树，一个女子跟6个男子同时纠缠不清，众人的眼神满是嘲笑鄙夷。你们说完了吗？他昂首看向众人，那么该容我们说几句话了吧？你想说什么？偷情被抓了现行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江青哥梗着脖子咬着牙，我们是被陷害的，我和王爷被人下了药，这个人就是……他说着看向苏黎。贱人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攀咬别人？你说别人陷害你，战王府撞见你和萧云仇视的下人有多少？甚至都有人告到我的面前来了，可我从来不肯相信，我真是瞎了眼了。苏黎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既然如此害我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，绝不会。你说我害你，可有证据？
江青歌被堵住了。远处观战的陆千墨此时也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原以为帮助江青歌就能获取他想要的，可现在江青歌却成为了那个身败名裂的人。苏黎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我啊？陆千墨不敢再想下去，缩着头悄步离开。苏黎见他惊慌而逃，唇角微勾。江青歌死死瞪着苏黎，眼里满满的不甘。遇到这般厚颜无耻的货色，阿离定然很闹心。殿下，您在这儿，苏姑娘会更闹心的。您这腿还没好利索呢，万万受不得寒。哼，姑若是不在，她受委屈怎么办？程颖哭笑不得。她哪里受委屈了？她这一路高歌猛进，这会儿还把江青歌和萧云堵在这里，他们声名尽毁，你就放心吧。姑不放心，阿离就是个柔弱的小姑娘。殿下，你说苏姑娘她是不是有同神啊？殿下的毒谁都解不了，唯有她可解。温有安和元贞那些破事儿，她又是怎么知道的？今儿在园门口，属下还没出手，萧远就跪了。李如风愕然，不是你，苏姑娘这么厉害啊？阿离身上有太多不寻常之处，或许是上天安排她来的。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刻，苏黎出现了，不只治好了他的腿，还在他的心里留下一束光。苏黎倏地抬头看向屋顶，小李忙不迭地把头缩回去。怎么了？李如风小声问。嘘，别出声。苏黎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解毒的关键时刻，他居然还敢到处溜达，把医主当耳旁风了。父不为父，子自然难为子；夫不为夫，妻也自然不许为妻。母亲，今日你便当着众人的面与他一刀两断。孩儿已然成年，母亲想要的荣耀，他可以给，孩儿也可以给。您不必再与这般禽兽不如之人做夫妻了。不做便不做，我的确做错了事，可是我与小青哥早已相知相许，他才是我心中所爱，我没有对不起你萧树，是你自己自作多情，怪不得任何人。我也没有对不起你蒋氏，我与你成亲这么多年，连侧妃都未曾纳过，如今不过是情难自控，你就如此不依不饶？你这般妒妇，我早就想将你休妻，是亲哥善良，怕你伤心难过，你非但不感恩，还如此的辱骂他。感恩？萧云，你要我感恩他什么恩？夺我夫婿之恩吗？你的夫婿不是一个死物，不是给谁争来夺去的。更不要说亲哥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跟你争抢什么，是我被他吸引，是我不能自控的爱上他。今日也是我喝多了酒，情难自控，强迫了他，他是无辜的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们要打要骂全冲着我来，我不许任何人诋毁亲哥，她是这天底下最纯洁善良的女子，就是因为被我爱上，才陷入这万劫不复的境地。萧云，本宫没兴趣管你们是真情还是假爱。江青哥是闺阁未嫁女，与有夫之夫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偷情，无美苟合，他是何等结果？如此不知廉耻女子，应当沉塘。此事不可怪我家青哥，你们方才听到了，是战王喝醉强迫了青哥，青哥是受害者呀。侯夫人莫要说了，你要为了一个假千金赔上侯府的脸面吗？江青哥听到假千金三个字，倏地抬起头，眼底的恨怨之意快要掩不住了。真千金也罢，假千金也好，青哥是我此生挚爱，我愿意王府尊荣，求圣上赦免他。王府尊荣？萧允，这王府尊荣可不是你一个人的。哼，战王妃，你可愿意用战王府换江青哥？臣妇是战王府的女主人，绝不会用义妇人去换一个不知羞耻的贱人。本王已经决定休妻，你不再是本王的王妃。萧允，你因一个无耻的贱人要休妻，也不怕被人耻笑。就算你舍弃了王爷这个封号，江青哥犯下如此大错，也只会被送去安堂了死残生。公主殿下开恩呐！公主殿下开恩呐！求您了，求您看在他为您诊病的份上，给他一条生路吧！公主殿下开恩呐！求您看在他为您诊病的份上，给他一条生路吧！他为本宫瞧病，本宫哪回少了他的诊金了？哪次宴会上没给他额外的尊荣？哼！可你们不知感恩，
接二连三闹出笑话，把本宫的宴会搅成这样，是想打本宫的脸吗？臣服岂敢，殿下误会了，我们家亲哥真的是冤枉的。他们若是真有私情，怎么会选在这里，还是在众人游园之时？他们明显是被陷害的。陷害？哼，侯夫人，外面那么多美景不看，你带这么多人来这早已废弃的客院，撞破了你女儿的奸情，现在你告诉本宫这是陷害。苏氏心虚分辨，臣妇只是想来这里看桃花。苏氏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肯说实话？群芳院这么大，非得跑来这处看桃花？刚进院就撞破了丑事，还巴巴的让人去叫我。他冷冷地掠了江清歌一眼，你们母女啊，害人终害己。苏氏被他骂得面皮紫胀，张口结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江清歌被戳到痛处，自知再也逃不过，索性乖顺认罪。殿下，臣女知错了，请殿下重罚。萧云也不敢再嚣张，忍气吞声道：臣知错了，臣不该说那些混话。求公主看在臣曾为大小出生入死的份上，给清歌一条生路吧，臣感激涕零。说着，一个头重重地磕在地上。哼，既然你们肯认错，本宫自然也不会为难你。萧允，你将爵位传给萧树，就此颐养天年吧。萧允一怔，臣还活着呢，如何将爵位给他？端王妃去世，端王便将爵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，是为小端王。那是因为端王妃没了，端王要隐居，所以你是不舍得了？哼，刚才还说要拿着尊荣换江清歌的性命，如今给萧树，你反而不愿意了。你不是深爱江清歌，用爵位换他在你身边吗？好，我为了清歌可以放弃一切，从今以后她就是我的妻子。不是妻，是通房。什么？萧云瞪着安阳，江清歌惊叫出声：我怎么能做他的通房？你连无美苟合都愿意，脸面都不要了。如今本宫给你一个身份，你该谢恩才是啊。江清歌看着他，眼底的怨怼再也掩饰不住，浓得快要流出来。看来殿下您是恨上我了。臣女的确做了错事，可是臣女跟公主相识日久，公主为何这般绝情？江清歌跟萧允这事儿说大也大，说小其实也很小，无非就是王公贵胄跟官家贵女那点子事。换做别人，看在萧允的面子上，这事儿也就接过去了。安阳最厌恶这些男女私相授受的事情，他的驸马便是如此，一边借着他公主的身份扶摇直上，一边又与青梅竹马的表妹纠缠不清。此事被安阳撞破，当即便要与驸马和离，一度闹得满城风雨。江清歌就是利用这一点，想要借安阳的手来除掉苏黎。苏黎也借此布局，按照他的计划，让江清歌以战王侧妃的身份入战王府，断掉她嫁给萧爵的路，再分而击之。现在安阳直接让江清歌去做通房，战王妃此时也是满心欢喜。苏氏听到通房两个字，眼前一黑，险些晕死过去。做什么狗屁通房，还不如去安堂呢。至少在安堂，他们还可以私下照应。落到战王妃手里，岂不是生不如死？苏氏一想到自家宝贝女儿将要为奴为婢，心如刀绞，嚎啕大哭。公主殿下如此羞辱人，本王定要到皇上那儿讨个说法的。殿下，而您虽贵为长公主，会同亲王，却也无权处置一等王爵的战王爷。江清歌见装可怜不行，索性也撕破面皮，便算是臣女，公主殿下也无权直接发落。哼，说得好，那我们今日便一起进宫面圣，再请京中大儒在朝堂上辩一辩。若是大家说本宫处置的不当，本宫亲自向你们二人赔罪。可若是你们错了，那你们就一个幽禁，一个沉塘。太后驾到！一道熟悉尖细的声音响起，人群一阵骚动，齐齐跪地请安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怎么可以如此对待福运之女？江清歌心里一喜，太后是来救我了。哎呦，可怜的清歌啊！瞧瞧，瞧瞧，你们把她给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？太后，
太后，救命啊！母后，您可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容儿臣向您细禀。太后摆手，你不必说了，哀家什么都知道了，不就是两个人相爱不得相守，一时情难自控罢了吗？又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事。众人无语。苏老夫人看着太后，难掩眸中鄙夷。无眉苟合，白日通奸，到了太后口中，居然不是什么大事。您莫不是病糊涂了吧？哼，哀家看你这老东西才糊涂了。青歌倾慕萧允英武，萧允喜欢青歌兰心蕙质。这天下什么都有错，唯独真心没有错。这两个孩子之间的感情是何等的忠贞不渝，你们说几句便罢了，怎么还非得闹出人命来不成？安阳呆呆看着他，母后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哀家说错了吗？倒是你抓住他们一点小错就没完没了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但是安阳，你看清楚，面前这两人不是你那驸马。母后，行了，都消停点儿。哼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。安阳没想到太后会因为一个江青歌来揭自己的伤疤，儿臣已然饶过了他们，儿臣没有要江青歌的性命，也没有把他送去安堂，不过是让他做萧允的通房。你都让他做通房了，还说饶了他？安阳啊，青歌鞍前马后的伺候你这么久，你不念他的功劳，也不该这般折辱他。堂堂侯府贵女，你要他做最低等的奴婢，这是何等的羞辱！你还不如把他送去安堂呢。江青歌趁势装模作样的哭道：臣女愿意去安堂思故，也愿意接受公主殿下任何做法，哪怕是陈堂，只要公主殿下莫要羞辱臣女的确做了错事，不该跟允叔叔走得这么近，让他误会，惹了不该有的心思，做出了今日这样的糊涂事。萧允听得一怔，下意识辩解：青哥，我没有。叔叔，别说了，他错已然铸成，你再多说又有什么用？求你了，别再为我说话了，你为我辩解越多，我的罪过就越深呢。萧允呆呆看着他，片刻后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是要他一个人把这桩丑事扛下来。傻丫头，莫要说胡话了，哀家今日就做主，给你和萧允赐婚，你就做他的侧妃吧。萧允闻言大喜，连声致谢：谢太后，微臣感激涕零。江青歌咬唇不语，她不想嫁给萧允，她图谋那么久，为的是那至高无上的凤位。不过她也很清楚，自己如今声名尽毁，嫁给萧爵已经无望，可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？江青歌深思良久，对着太后缓缓摇头：太后，臣女还是想去安堂。你这孩子想什么呢？臣女……江青歌忽然失声痛哭。不管太后信不信，也不管在场的各位信不信，臣女今日是被人所害，臣女从未想过占王妃之位，更未想过要伤害允叔叔和王妃的情谊。王妃视我如女儿，臣女若想高嫁并不难，何必要嫁给一个比自己父亲还大的人？青哥，你说什么？萧允听到他这话，惊得无以复加。允叔叔，求你了，不要再为我说话了，好吗？江青歌这最后一搏也的确见了点成效，他宁愿去安堂都不嫁萧允，可见真的无益于他。所以这其实就是他想设计苏黎，结果被苏黎反设计了。说到底就是两姐妹互撕罢了。贱人，你可真会装腔作势，你以为你这么说就能洗脱自己？
你们日日在青云居私会，还当我不知道吗？江青哥不与他争辩，只是跪倒在太后面前哭道：求大高成全。太后犹豫了，苏黎眼见着结局就要跑偏，正要说话，安阳却抢在他前面开口：本宫不同意。江青哥，今日本宫看在母后的面子上，允了这侧妃之位。你若不识好歹，也不必去什么安堂了，直接沉堂吧。你这种人，若还是未嫁之身，将来不定会误了谁家的好儿郎。母后，若是你执意护着他，怕是会杀了我们母女情分。这话他说的极其狠厉，态度之坚决，让太后也不好再说什么。青哥啊，你别闹了，就做侧妃吧。江青哥便算千不甘万不愿，此时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叩头谢恩。谢太后，臣女感恩涕零。太后看向众人：行了，没别的事，就都散了吧。太后，请等一下，臣女还有一桩要紧事未来得及说。顾慈，你出来。顾慈自从发现房内的人换成了江青哥和萧允后，就躲在墙角寻思自己的后路。忽然被叫到，吓得一哆嗦，下意识就想藏起来。阿慈，你去哪儿呢？顾千成笑眯眯地望着他：你没听江姑娘在叫你吗？过去瞧瞧吧，看她找你有什么事儿。公子，小的跟她素无交集，她跟小的能有什么好说的呀？小的还是早点回去店里，免得耽误了生意。说完转身要跑。去吧。他看着他，语气依然温和，但却是不容置疑的。他都叫你了，你要是跑了，旁人还以为我们主仆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。本公子岂能背这样不明不白的黑锅？江青哥，你要找的人就在这儿，有什么话你说吧。顾公子，要说话的不是我，而是他。小的无话可说，小的跟这种厚颜无耻的女人有什么好说的？他又不傻，明知江青哥倒霉了，自然不会再按原计划行事。你一个奴仆，连命都攥在人家手里，贪生怕死，男人之本性。我也不逼你，你不敢说，就让我来代替你说吧。他转身看向方氏，道：夫人，你可知明轩哥哥的腿因何瘫痪？方氏不答，只满面戒备地盯着他。江青哥也不指望他能回答自己的话，自顾自的道：他是中了一种毒，此毒名曰真蛊，中此毒者人如喝醉酒一般，高烧高热不止。你既知是什么毒，为何当初不愿帮我医治？顾明轩已经恢复了清醒，冷冷看着他：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呀，我是听了顾慈的控诉，才知道原来你是中了这奇毒。江青哥垂泪道：轩哥哥，我真是没有，直到现在才……哼，你还是省省吧，说你想说的事儿。顾慈跟你控诉什么？顾明轩冷笑：让我来猜猜看，你肯定是想说顾慈向你控诉，说这毒是我兄长顾千成所下，对吧？江青哥语塞，他轻咳一声，点头：正如明轩哥哥你猜测的那样。哼，江青哥，江青哥，你可真是坏透了！你这是不甘心自己一人丢脸，非得拉人给你陪葬啊！你说这毒是我下的，有证据吗？顾千成淡淡的问：当然有。江青哥轻哼一声，看向顾慈。顾慈缩头未脑，打定主意不吭声。江青哥只得继续往下说：前日顾慈找到我母亲，跟母亲提及此事，说顾二公子对他不薄，他明知自家主子行凶害人，却知情不报，良心实在难安。如今顾大公子见顾二公子只是残了双腿，心中不悦，意欲再次下毒。他实在不愿意再跟他一起害人，故将此事告知我母亲，希望母亲能阻止此事。哼，顾千成冷笑：你这话说的真是好笑。顾家小四要告状，为何会告到你们江家？他向自家主母邀功请赏不好吗？苏氏硬着头皮开口：因为他怕顾家夫人迁怒于他，而我跟顾家夫人交好，便先跟我说，再请我从中间做中间人，总能保他一条小命。解释的真好。哼，那么证据呢？你看起来还真像是问心无愧的样子。哼，那么你敢让人搜你的书肆吗？有何不敢？不过既是要搜我的书肆，那便得有个说法。若是什么也搜不出来，江青哥，我可就要告你诬告了。那是自然，
我既然敢站出来指证你，自然也就会承担指证的所有后果。那便搜吧，此事还请公主殿下主持，我只相信殿下。好，安阳点头。老朱，你带人去搜。江清歌掠了顾千长一眼，眼角余光又扫了扫苏黎，难掩眸中得意。为了不耽误大家的功夫，臣女还是把顾此所说的具体藏药之处告诉公主吧。苏黎被他这么一扫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他按书中已知的事实行事，却没有考虑到因为他的反抗，很多事情都变了。一念未了，江清歌的声音响起来：顾此交代，那蒸蛊之毒被顾千城藏在了2个地方。顾千城听到2处地方，看向苏黎，正好苏黎已向他望过来，两人无声地交换了眼色。苏黎朝他摇摇头，示意他镇定。一个卖主求荣的贱奴说的话，如何能信？保不齐是你收买了顾慈，故意放毒，恶意栽赃呢。我何时收买顾慈了？你空口无凭，证据就在眼前。苏黎冷嗤，刚刚明明屋子里是你和萧允，顾慈却故意引导大家，让大家以为屋内的人是他主子。试问哪个中仆会如此做？你简直胡说八道！说他被我收买了，知道房中的人是我，自然要想方设法向我示警，怎么会把人往那儿引呢？苏黎翻了个大白眼，你当时可是在屋子里，你也怎么知道是他把人引过来的？你还敢说没有收买他？你不光收买了他，还教他怎么坑害自家主子吧？你……江清歌咬牙顿足道：我也懒得跟你说这些废话，待会儿从书肆中找出毒药，我看你们还怎么狡辩。我都不知书肆中有毒药，你却如此笃定。江清歌，看来你真的是让顾慈往我书肆里放东西了。哼，清者自清。江清歌冷哼一声，走到安阳面前，低声说出藏匿毒药之处。据顾慈交代，毒药就放于这2处，请公主即刻派人去搜查。安阳掠了他一眼，看向老朱。知道了，你这就带人过去。钥匙在这里。顾千城主动上前交出书肆的钥匙。谢顾公子配合。老朱接过钥匙，自带人赶往书肆。这边太后则让人送来衣物，江清歌和萧允简单擦洗过，换上干净的衣裳，再走出来之后，仿佛又变成了之前那个高雅骄傲的福运圣女。群芳苑客院，老朱带着查抄到的毒药回来，众人表情各异，方氏更是大受冲击。果然是你！现在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这个贱种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什么人证物证？我方才已然说过了，顾慈这个被主的奴仆不配算作人证。你说不配就不配，她是你的下人，跟了你这么久，怎么可能背叛你？夫人，顾慈是否背叛，很多人都看到了。苏黎，你若还与这贱种一条心，莫怪我翻脸无情。夫人，您想什么呢？您到这会儿还没有回过神吗？您这位前儿媳，她跟顾家大公子早就是一条心了，不然她为什么早不和离，晚不和离，非要选在顾明轩彻底残废之后才跟他和离呢？你胡扯！他明明是被你我逼迫连番放血，不得已才与我和离的。轩儿，你别乱说话。母亲，儿子以前受江清歌蛊惑，的确做过很多的错事，差点害死苏黎。儿子做的错事，儿子得认。但是江清歌，你若想借此诬陷苏黎跟我兄长私通，我绝不同意。为了治好我这腿伤，他不顾危险上山采药，事业照顾看护。为了找出治好我腿的方法，他用自己的腿一遍遍试针，那腿上扎得密密麻麻的，全是针眼。他说到这儿，忆及往昔之事，不自觉扭头看向苏黎。待看到对方那黑白分明的脸，再想到他原本的娇美模样，心里一酸，泪水瞬间狂涌。对不起，苏黎，对不起，你对我那般好，我却帮着江清歌欺负你，我真是瞎了眼，盲了心，我真是该死。方氏看着自家儿子这哭哭啼啼的模样，眼前又开始一阵阵发黑。这个儿子到底还是蠢呢，不管顾千城有没有给他下毒，现在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，江清歌还指出了实证，何不顺水推舟，把这个贱种送入监牢，彻底绝了他成绝的可能呢？顾明轩，你闭嘴！你个蠢出生天的玩意儿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你……安阳轻叹一声，打断他的话。夫人，
慎言呐！您可是伯府夫人，可不能跟那位粗鲁的侯夫人学啊！方氏一怔，随即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只得强压心头的怒气，闭了嘴。证人证据皆在，到底如何处理？臣妇听公主殿下的。安阳搓着手，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。这个，这有什么难处理的？人证物证俱全，毒是从书肆搜出来的，自然就是顾千城所藏。当把顾千城下狱细审。至于他和苏黎之间的奸情，他说到一半，人群中忽有人朗声打断他的话。公主殿下，学生找到了2个人，或许他们能解释顾公子书架后的毒药是怎么回事。江清川将一胖一瘦2个书生抓过来，猛地灌到了地上。学生去书肆找顾公子，就见这2人在殿中胡说八道。先是说苏黎跟江清哥吵架，被众人打得鲜血淋漓。这个二赖子趁着顾公子跟别的顾客说话的功夫，偷偷往书架中藏了东西，一个红色的油纸包，上面有暗黑色的花纹，所以这毒跟顾大公子没有任何关系。他的目光落在江清歌和江清远身上，眸光冷厉。是有人买通他藏毒，构陷顾大公子，孰是孰非，由公主殿下来评判吧。阿阳点头，扭头看向人群中的薛浩。薛大人，你是刑部侍郎，此事就交由你来审问，免得有人说本宫没有资格。是。薛浩点头，走上前来。承蒙公主殿下信任，微臣定要将此事问个明明白白。太后烦躁拧眉，还有完没完了？今儿大伙齐聚群芳院，是来游园赏景的，如今倒变成了公堂了，都给哀家散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母后，不可，此事尚未断清，如何能散？哀家说散就散。怎么，你还要忤逆你的母后不成？儿臣不敢，只是这事儿，既然不敢，就不要再说什么可是了。太后一把扯过他，一阵耳语。这江清歌可是哀家最信任的人，常常出入哀家的慈宁宫，如今闹出这番丑闻，已让哀家面上无光。你这会儿还死揪着他不放，他若身败名裂了，哀家这老脸好看。母后也只是被他蒙蔽，此事与母后何干？怎么无干？哼，哀家对他如何笃信，世人皆知。他若真出了事，世人岂不是要骂哀家眼瞎人蠢？可是太后的脸瞬间冷下来。话已至此，不必多说。太后，您这么做是在公然包庇藏毒构陷的元凶啊！薛大人，你这么做是在公然挑衅天家威严吗？众人对于皇族之事素来是门儿清，对于皇族中这些主子的脾气秉性，自然也是熟忍于胸的。在皇族诸贵人之中，太后是其中最不敢忽视的一个。她身份尊贵，脾气古怪，常因为一些琐事重罚身边之人。太后如此，就不怕引起朝中非议吗？这回站出来的不是别人，是李曼英的父亲李坚。太后，今日这么多人看着，您公然包庇，只怕不妥。您高高在上，却也要顾及名声，可知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他是言官，一开口便是引经据典，滔滔不绝。太后本来一看到他就脑仁疼，这会儿听他跟念经似的说个不停，气得瞪圆了眼睛，指着李坚尖叫：姓李的，你不要以为你家有祖传的尚方宝剑，哀家就不敢杀了你。李坚不光不怕，还又往前走了一步，一直站到太后面前。微臣身为言官，此时若是监考不严，同死人何异？太后怒不可遏，暴跳如雷。他不能杀言官，便拿别人开刀。你们还处在这里，是不要命了吗？众人顿时作鸟兽散。此时已经离客院很远了，大家胆子都大起来，开始悄声议论太后的诸般壮举。苏母，您和太后年轻时是不是结过怨？确切的说，是他非要跟我结怨。哼，他年轻时喜欢你外祖父，各种示好，冷家也有意与苏家结亲，但你外祖父不喜欢他，自是拒绝了这门亲事。他因爱生恨，自此怨上你外祖父。后来得知你外祖父钟情于我，也把我视作眼中钉，不论在哪里见到，总要瞪上我一眼。
他忆起年轻时的事情，觉得十分好笑。然而在一及当下情形，眸光斗转暗淡。苏老夫人惨笑：他呀，留着我不死，就是为了要看我笑话，让我生生受着呢。不然呢，以他的性子，早就杀了我了。总有一天会让他们都得到报应的。因安阳公主置办赏菊宴，朝中休沐一日，江匪对赏菊宴没什么兴趣，所以没去。趁着苏氏带儿女们出门，他让人把养在外面的外室接到府中，很是风流快活了一番。正得去时，忽听外头一阵聒噪，好似很多人在乱喊乱叫。侯爷，快跑吧，造反了，外面有流民造反了呀，眼看就要攻进来了。江匪吓了一跳：啊，哪儿来的流民？是城中那些病患，他们说刘姑娘伙同人及药馆的东家发民难财，用那灵歌丸荼毒众生。胡说，灵歌丸明明是良药，若非秦哥指出这灵药，他们全都活不了。可现在他们说那灵歌丸的方子不是六姑娘所制，是投苏黎的。江匪一怔：苏黎？他哪会制什么药？他连字都认不全。哎呦，小的也是这么说的，可那些人跟疯了一样骂我。他们说苏黎制出了什么除恶丸，卖给了几十药馆，卖的可便宜了，抹过之后就见效，7日便能痊愈。相比之下，灵歌丸不但价格昂贵，还久治不愈。那些人就说六姑娘是故意不治好他们，好借此长期敛财。江匪听得心惊肉跳，冷汗涔涔。织女莫说妇，自家这个女儿什么德行，没有人比她更清楚。这种事情她的确能干得出来。那事实如何呢？他急急追问：你可查问过了？问过了，府里有几名下人感染，今儿也去济世药馆买药了。之前他们都向六姑娘买药，用了7、8个月了，一直不曾痊愈。可用了除恶丸，才不过大半天，就明显感觉到好转，所以竟是真的了。十有八九。哎呦，反正这会儿城中病患都快闹翻天了。他们集结到一处，先是砸了人济药馆，这会儿又堵到我们府上来找六姑娘。听说还有人直接去了群芳院。他话未说完，院外忽然又有一人闯进来。此人是邵慧丽的父亲邵斌。邵斌今日也去了群芳院，赶上江清歌丢人现眼的场面。见此情景，他惊愕异常，当即骑快马来江府报信。江匪本来就被外头这群暴动者弄得焦头烂额，不知如何处理。此时忽闻噩耗，直气得两眼瞪圆。这孽种，孽种！快派人去群芳院，把那2个丢人现眼的贱妇抓回来，本侯要亲手剁了他们。太后虽然保下了江清歌，但对他的所作所为亦是十分失望。蠢物，既要害人，便要练好害人的手段，怎能害人不成，反被人害呢？你蠢便罢了，可你害得哀家陪你一起丢脸，你简直是该死！江清歌万没料到他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，惊得半天未语，只呆呆地看着他。旁人都骂他不知廉耻，可太后却半句未提这几个字。太后不在意他的品行如何，只在意他做事时手段不够利索，他有没有给他丢脸。臣女知错了，求太后给臣女一个机会，臣女发誓以后不会再犯蠢了。臣女以后愿侍奉太后膝下，为太后马首是瞻。臣女精通幻言之术，只要太后给臣女一段时间，臣女能让太后重返青春年华。这话算是说到了太后心坎里，她倏地一震，兴奋追问：当真？母后，她连你的病都治不好，你还信她的鬼话？哼，你的脸不就是她治好的？今儿还用人家的药，这会儿又这般打压。安阳，你这与过河拆桥有何意啊？
一码归一码，哼，他总不能仗着这点功劳就蹬鼻子上脸。他帮你那么多，借你这宴会做点他想做的事情，又不会碍着你什么，有何不可？罢了，母后既然如此信他，儿臣也无话可说，儿臣告退。太后盯着他的背影，半点也不像哀家。江清歌心中恨极，面上却还有说尽好话。此事是臣女思虑不周，让殿下为难了。他生我的气也是应该的，谁让我犯了大忌呢？行了，此事到此为止，哀家累了，都散了吧。恭送太后。此时的江清浩三人正紧紧跟在大哥江清川身后，江清川则下意识地跟在苏黎和苏老夫人身后。他对苏氏的疑问愈来愈多，忍不住想要找苏黎和苏老夫人说一说，可扭头看向小婷，才发现苏家几人都不约而同地背对着他，这明显是不想跟他有什么牵扯了。江清川耷拉着脑袋不吭声，身边的江清浩看出他的尴尬。大哥，要不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回府吧，你总在外头住也不是办法。江清宇附和，就是，大哥，你看你都瘦得没人形了，现在小刘做出这种事儿，父亲想必也知道你之前所言非虚了，你这会儿回去，他必不会再怪罪你的。是啊，大哥，你不在，我们都没有主心骨了，母亲动不动就骂我们贱种，哪有人这么骂自家孩子的？也许如小七所说，她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母亲吧？大哥，你别瞎说，让旁人听到了，不知会惹出什么乱子来呢。哎呀，阿景，母亲生江清歌时你多大？我不记得了，你不说那时你才7、8岁吗？江清川仔细回忆着当时的情形。是啊，我当时8岁，你只有3岁，阿浩6岁，阿玉4岁，阿元跟阿景同岁。江清景一怔，大哥，你说错了，五弟比我小1岁，他当时应该是2岁才对。不，你俩同岁，因为他不是母亲亲生的。江清浩点头，没错，五弟确实是突然来到家里的。江清川回忆道，那时母亲已经怀上了小七，她带着我们一起去庙中许愿，她生了4个儿子，一心想要个女儿。阿远当时就被人放在庙里的佛像后一直哭，为了一堆人看，母亲看到阿远说他与4弟生得十分相像，觉得他与我们家有缘，便收养了他。江清景感叹，啊，原来五弟竟然不是我们的亲兄弟，怪不得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。我们阿景，你觉得我们兄弟4个是一条心吗？3兄弟不约而同地沉默了。他们4兄弟不是一条心。幼时为了逃避苏氏的惩罚，他们遇事互相推诿，互相指责。明明是亲兄弟，却天天窝里斗，打架口角那是家常便饭。苏氏给他们立了条规矩，让他们相互监督，检举者有功，下次若是犯错，便可以免受处罚。大哥，对于苏黎所说之事，你怎么看？你可有觉得不对劲的地方？江星宇压低声音问。你既然这么问，想来也发现不对劲了吧？江清川不答反问。江星宇被他戳破心事，十分惶恐，下意识地往周围看了又看。他没过来，哼，你只管说便是了。江星宇咕哝着，我那时年纪太小了，我其实不太确认自己记忆中的事到底有没有发生过，就是一直觉得没生苏黎之前，母亲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江清浩激动道，我记得我幼时特别贪吃，胃口也好，母亲生怕我饿着，就让厨房做了一堆点心零食备着，可后来她从老家回来，不光不给我准备零嘴儿，还故意饿我。唉，后来你饿极了，偷母亲的银子出去买吃的，还记得母亲当时是怎么罚你的吗？江清浩满面羞愧。怎么不记得？当时母亲罚我吃饭，就吃光1桌的饭菜，吃饱了还得硬往肚子里塞。江清川忆起当年情形，心中又是凄凉又是愤怒。他可真狠啊！那时阿浩才6岁，脚得那么惨，他就不肯去找个大夫。江清浩苦笑，后来还是大哥你偷跑出去请了大夫来，我才侥幸活下来的。江清景小声道，这是虐待，不是管教吗？你见过哪家的母亲这么管教自家的孩子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有她这么一个母亲，我又没有见过别人家的母亲带孩子是什么样。母亲常说惯子如杀子，我们幼时顽劣，她才给我们立规矩的，所以直到现在
还是觉得他没错，对吗？我父母不管有没有错，我们身为人子都不敢私下议论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所以呢，你再见到他，是不是又打算向他告状，以此换取下次的免罚资格呢？江清景连连摇头，我不说，我指定不说，我其实是一片好心提醒你们，怕你们犯错再被罚。哼，其实我们忤逆他的意思，回去后他定会狠罚我们。江清景缩缩头，说他这样罚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啊？自是要据理力争。是六妹妹做出这等不要脸的事，连累了我们，她要罚也该罚六妹妹。就是，她的嫁妆也是被六妹妹作没了的。先前在园门口，我们都劝她赶紧回府，她不听，结果闹出这等丑事来。江清景满面担忧，她今儿就进了颜面，回去后定要拿我们撒气，到时候哥哥你们可千万要挺住啊，我可全靠你们了。要是你们都撑不住，我怕是要投降的。哎，阿姐莫怕，天塌下来还有兄长顶着呢。江家四兄弟刻意压低了声音，旁人根本听不清他们的对话，可苏黎耳目敏锐，却将四人的话一字不漏地听在了耳中。外祖母，关于现在这个苏氏，我有一些疑问难解，想请教江清川，我们让他过来说话可好？苏老夫人本就有此意，此时见他主动开口，自是从善如流，点头道：涵儿，你去请你表兄过来一叙。苏金寒飞快点头，他跟江清川幼年最是投缘，不过到底是有那么多年的隔阂在，人在江清川面前那句表兄到底没能叫出口。江公子，我祖母有事想要请教，能否一不小听一叙？啊，可以。外祖母，苏老夫人不由老泪纵横，这一声外祖母，她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。孩子，起来吧，啊，你腿不好，起来坐着说话。是。江清川站起来，坐到他对面的石凳上，看着苏老夫人，心中万千话语，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，只是含泪望着他。苏老夫人也是百感交集，一时竟也无话。祖孙俩含泪对望，看得苏黎心里也忽然酸起来。他轻咳一声，扭过头，将那股酸涩之意压下，主动跟江清川说话：江大公子，你怎么忽然转性了？我记得你可是对江清哥和苏氏唯命是从呢，还是说这其实是你们的苦肉计？没有苦肉计，阿离，是我看清了江清哥的真面目，他残害你，又害了外祖一家，我以前却帮他一起欺负你。阿离，兄长对不起你，兄长真是该死。他说着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，这耳光下去，半张脸立时肿起来，苍白的脸上5个红指印清晰可辨，连嘴角都迸裂开来，竟然流了血。饶是如此，他仍不停手，另一只手又朝另一边脸抽过去。苏金寒眼疾手快拦住了他。周氏轻叹：你不必如此的。不，舅母，我只要一想到自己以前所做的浑事，便羞愧欲死。我为了一个假妹妹，差点害死了自己的亲妹妹，我简直猪狗不如。苏黎打断他的忏悔：江大公子，苏氏平日里可有什么异常之处？太多了。其实从他带着江清阁回京那天起，我就觉得他不对劲。脸明明还是那张脸，人也还是那个人，可我就是觉得他陌生，就好像换了个人。在他身上，我再也找不到昔日母亲的影子。当时是什么情形？你还能记起来吗？我记得当时听说他回京，我和阿浩、阿宇他们都开心得不得了。那时已有数月未见到母亲，又不通音信，我们都很想他，也很担心他。可他见到我们，却连我们的名字都叫错了。叫错了？是，那是阿浩和我一般高，但是比我壮一些，他便把阿浩当成了我。我实在想他，当时就扑入他怀中，可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揽我入怀，而是把我推开。那之后呢？之后父亲就把我扶起来，解释说因为妹妹早产，母亲和妹妹的身体都极虚弱，大夫特意嘱咐过要静养，不要接触太多人。从那时起，他的全副心思都放在江清哥身上，他忘了我们谁是谁，也忘了我们各自的性子和喜好。我们因此闹了几次脾气，他便恼了。正好父亲那时去了西境，他便开始借故惩罚我们。他是怎么罚你们的？
江清川将幼时所受折磨缓缓说来，如挨饿、跪罚、赤马之类的事太多了。若是他还不满意，便要关祠堂，不给吃食，让我们在祖宗面前反省。我年纪最大，受了几次罚便学乖了，不敢再惹他。阿景当时年纪最小，什么都不懂，有次他不小心把江清哥弄哭了，苏氏便让人把他扒光，在寒冬腊月关进祠堂。阿景当夜发起高热，险些没熬过去。这贼妇人这般对待静儿，她绝无可能是你们的生母。难怪江清景见到他就像耗子见了猫一样。3岁的娃娃被如此对待，如何能不怕呢？都怪外祖母眼盲心瞎，这么多年明知你母亲性情大变，却从来没往别处想，害得你们平白受了这么多年的煎熬啊！此事怎能怪外祖母呢？当时外祖母你们远在边城，自然不知她的变化，就连我自己也从未往别处想。她生着一张跟母亲一模一样的脸，就连身形也相差无几，谁能想到她不是母亲呢？可我应该发现的。从那一年回京，她不断向我讨要银钱开始，我就该知道那贼妇人已经不是我的宁儿了。我的宁儿那么孝顺，她怎么会那么对自己的母亲？我真是太蠢了，我早该想到的。若我早警醒些，岂能容着贼妇人如此戕害你们？又怎么会把阿离送到他手中，任他们母女蹂躏搓磨？外祖母莫难过了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得想办法找到她不是母亲的确切证据才行。你们发现她诸般变化，可有向你父亲告过状？自是告过，可惜父亲并不相信我们，只说是我们调皮，母亲才会管教我们，又说母亲生子途中遭遇叛军，险些丧命，因而才性情大变。当时苏氏在家里大闹，他也是这么说的。我们当时被他糊弄了，还以为他真的是受了刺激。不过父亲回京之后，他便收敛很多，顶多斥骂几句，不敢再玩幼时的那一套。苏黎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情，忙问外祖母：“您当时是如何认定我的身份的？”你这张脸十分笑死你母亲。我当时途经陈州，便让人去查你养父母，谁知他们竟就住在你母亲生产过的庄子上。我当时就疑心是报错了，毕竟江清哥跟你母亲生的是半点也不像。外祖母，江清哥不像苏氏，为何在此之前从没有人怀疑过？那是因为他眉眼像江匪。对，他小时候不止一人说过他长得像他父亲。祖母查到阿离身世后，曾差人送信给他，言明报错之事。他接到信后十分恐慌，当即便差人去叫父亲。父亲回来后，两人便在房内密谈。我当时担心他的身体，去给他送汤，听到他质问父亲：“他怎么没有死？你骗我！你明明说已经溺死了，结果他却还好好的活着。”他们还说什么了？我不知道。当时江清哥突然出现，我深恐被发现，便走了。我发现阿离之后，便去寻他的养父赵柱。赵柱那日喝得烂醉如泥，话都说不立整。母亲李氏是个胆小怕事的，见我问起阿离的身世，十分慌张。那时我便起了疑心，谁想到还没开始查，你父亲便赶到了。现在想来，真是破绽百出。但是祖母的心神全在阿离身上，哪里顾得上旁的？不如我们再去找找那对夫妻。这其中若真藏着阴谋，以江匪的狠辣，岂会容那对夫妻再活着？哼，十有八九是没命了。苏老夫人想到莫名消逝的女儿，情难自控。我的宁儿，她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此事只能慢慢查了。祖母，事已至此，再怎么难过都无济于事。只是这假货既然替换了母亲，母亲怕是凶多吉少了。苏老夫人当然也明白这一点，但还是心痛如绞，掩面落泪。苏黎亦是心内酸涩。苏黎和苏老夫人等人此时已经走到园门口，只是前面一堆人挤在门口往外瞧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苏黎上前一看，却是几十名民众聚集在那里，最前面10来人抬着一块黑色长条牌匾，上书盐城灾运恶女江清歌，
黑底红字，犹如血一般的控诉，瞧着颇是触目惊心。愤怒的声讨咒骂声，兵患们痛诉江青哥和仁济药馆的黑心罪行，看得园中围观者俱是瞠目结舌。江匪派过来的小厮刚刚赶到，见此情景，趁着众人不注意，从人群中挤出去，径直跑到客院报信。江青哥听闻此信，如五雷轰顶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苏黎那贱人说的竟然都是真的，他真的制出了灵验的除恶丸，还把药方卖给了济世。可是他服过我的毒药，为什么还记得？难不成从头到尾他都是在装傻骗我？群芳院外的岔路口，苏黎见身后无人，便下了马车，换乘到萧凛的马车上。马车里燃着小炭炉，很暖，四周的帘子也拉得严严实实的，确保没有寒风透进来。看来我的医嘱，殿下还是记得那么2-3分的。萧凛听到这话，白了他一眼，重重地哼了他一下。哪儿惹到他了？好像没有啊。殿下这腿还冷吗？自作自受。死丫头，郭大冷天跑来这鬼地方，为的是什么？那还能为什么？定然是在家闲着无聊，想跑出来看热闹。萧凛被他气得白眼狂翻，苏黎看他那模样，噗地笑出声来。哼，笑什么呢？自是笑殿下了。太子殿下一黑脸，我这2腿都发软呢。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？太子殿下尽管教训斥骂，可不要黑着脸吓人啊。那你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请殿下指教。倒也谈不上指教，就是以后得注意。那江青哥本就在传你跟顾家大郎的谣言，你还跟顾家大郎那般亲近，岂不是授人于柄？以后还是尽量少来往为好。殿下，我也不在意那些，便算我嫁了他，那又如何？你想嫁他？萧凛大惊，脸色又黑了下来。殿下您这么激动做什么？便算我想嫁他，也不过是小事一桩啊。您这么一搞，弄得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。萧凛不说话，只是定定地看着他。外头的李如风和程颖2人却是齐刷刷地出了一身冷汗。殿下怎么了？苏黎见萧凛面色不对，吓了一跳，忙抓过他的手，伸指探脉，然而脉象并无异常，相比昨日甚至更强劲了一点。殿下哪里不舒服啊？只是乏了。萧凛说完，极快闭上双眼。苏黎见他满面困倦，也不再说话，只将体内灵力汇于指尖，源源不断地传给萧凛。你会内功心法？会点，我那位无名师傅教过我，只是我比较笨，学得比较慢，之前也从来没有给别人调养过内息，不知对殿下有没有好处？殿下现在觉得怎么样？萧凛看着他，有些心疼。你得学着对自己好啊，自己尚且自顾不暇，却想着先顾别人。殿下不顾身体虚弱，亲自来这群芳院给我撑腰，给了我香车、华服，还为表兄赎回了他心心念念的银枪。殿下这般为我，我只能以此回报一二。马车此时缓缓驶入了城中朱雀街，外面传来一阵喧闹。苏黎挑帘查看，就见外面聚了一群人，正激动地叫嚷着什么。路人越聚越多，苏黎他们竟然到了仁济药馆。此时仁济的招牌被人摘下来扔在一边，断裂的匾额上面满是脚印。如此惨烈的状况，显然是有人推波助澜的结果。苏黎扭头看向萧凛，孤让人添了把火。怪不得这些人敢闹到群芳院。不止群芳院，还有江侯门口，不过最大的乐子在大理寺。怎么还闹到大理寺了？这事造成的影响如此恶劣，仁济药馆的前掌柜幡然醒悟，决定揭露东家的黑心行径，状告当朝三皇子萧决。你怎么说动他的？萧决的仇人可不止我一个。昭王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在世人眼中，昭王是未来储君的不二人选，想向他表忠心的人不知凡几。苏黎想到这事引起的一系列误会和反应，就觉得好笑。金上一定想不到，他让三皇子隐藏实力会带来这样的后果。这事约莫已经传到了皇上耳中，他倾尽心血培养的继承人，还未来得及崭露头角，就闹出了这种荼毒百姓的丑闻，他此刻只怕要气疯了。那位三皇子此时也一定十分煎熬，不过他应该不会坐以待毙。当然，他会推出一个人担下所有罪名。他虽是东家，
却不参加药馆经营。只要他一口咬定是钱掌柜和江青哥狼狈为奸，做出这等人神共愤之事，将民众的怒火尽数引到江青哥身上，他就可以脱身了。此时的萧觉正跪在御书房，半张脸高高肿起。没出息的东西，你就那么缺银子吗？你缺你个阵讲啊！这国库里的银子还不是尽着你用？你是未来的储君，这大小江山都是你的，你怎需用这种龌龊手段去坑百姓的银钱的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可是此事儿臣真的不知情，儿臣素日里忙于父亲交代的公务，虽是人际的东家，但诸事都交由江青哥和钱掌柜在打理，并不干涉他们的经营。儿臣此番真是冤枉死了。萧帝瞪着他，你当真不知儿臣有父皇宠爱，从来不缺银子，怎会做出这般愚蠢之事？儿臣真的是被他们两个给骗了。这个江青哥。萧帝正要说什么，书房外有内侍急匆匆地赶过来。陛下，江姑娘在群芳院出事了，她跟战王在废弃客院偷欢，被人抓了个正着。陛下，江姑娘在群芳院跟战王在废弃客院偷欢，被人抓了个正着。什么？这两人怎会扯到一处？这事儿有点复杂，小的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明白。殿下若想知详情，待会儿让报信的星龟跟殿下细说。如今的情形是，此事犯了众怒，一堆朝臣纷纷上书弹劾战王和太后。母后又做了什么？因长公主要处置江青哥，罚他给战王做通房。太后说这样处理太重，给了他侧妃之位。朝臣觉得此事伤风败俗，当重罚才对。太后明显有包庇之嫌，现在都在宫外求见圣上呢。萧帝烦躁甩袖，不见，让他们全都滚。是。内侍见他生气，忙领命出去，可没多会儿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，边跑边叫：陛下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不好了？陛下，是靖王殿下到了。皇叔，他怎么来了？快请他进来。不光是靖王殿下呢，与他同来的还有张大儒，有您的老师方太傅，还有已经告老的高相。萧帝听清这些人名，面色愈发难看。这些人平时一贯深居简出，这会儿一起聚到御书房，还能是为了什么？靖王不会关心江青哥和萧允的那点风流事情，他必定是为萧觉的事情而来。萧觉见过这位靖王，知道他的脾气秉性。此时听说他居然亲自出山带人前来声讨，吓得面色惨白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萧帝瞪了他一眼，示意他躲到屏风后。陛下，三皇子之事如今是人证物证俱全。靖王的声音响起来，身为皇子却做出这等搜刮民脂民膏之事，实在是令人神共愤，请陛下重罚。他身后的张大儒等人异口同声附和：臣附议，请陛下重罚萧觉，严惩江青哥。萧觉在屏风后听得两股战战，冷汗直流，几欲昏厥。萧帝能看出来，今日之事绝对是有人在背后操纵，但眼下这种情况，他拿不出力保萧觉的证据。萧帝捂着自己的头，踉跄着后退了一步。陛下，您可是头风又犯了。萧帝摆摆手，无妨，朕还能再撑一会儿。嘴里说着撑一会儿，可能步子却愈发的绵软无力。下一刻，他一个踉跄，直直地向前栽去。哎呀，陛下的情形很不好，诸位大人，你们就别在这里杵着了，这么多人围在这儿，不利于圣上休息。天大的事也没有圣上的龙体重要啊！如此，便请陛下多保重龙体，臣等告退。御书房总算是安静下来。萧帝轻舒一口气，坐起身来。行了，都走了，你出来吧。萧觉耷拉着脑袋从屏风后走出来，面色更是惨白难看。就这么点小事，你就怕成这个样子？当年萧凛随朕征西，他被敌军生擒，刀架在脖子上，都未曾露出半点惧色。你现在面对的不过就是几个老家伙而已，他们既不能杀你，也不能砍你，有朕护着你，你到底有什么好怕的？
父皇为何忽然要提起萧凛？难不成他后悔了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。儿臣并不怕他们，儿臣只是觉得愧疚，惹出这样的事来，害得父皇丢了颜面。不过儿臣已有应对之策，定会将此事妥善解决。说说你的法子。破此局的关键就是钱曾。说要给儿臣定罪，他的口供和手中书信是最大的证据。只要他承认是受人指使，恶意陷害，此事便可转圜。最后这个罪名还是要由江清歌和钱曾认下。为了安抚靖王他们，父皇也需要对儿臣御下不言之事惩戒一番。萧帝满意的点头。觉儿，你要记住，这些朝臣说好听的是国之栋梁，可实际上他们就是朕的奴才，将来也是你的奴才。主人绝不能被奴才牵着鼻子走，他们若是不识趣，换识趣的人就是。萧诀闻言跪地叩首。是。天下归一，唯父皇独尊，若有敢忤逆者，阁下勿论。觉儿，你将来是万乘之尊，要有尊者的霸气，切勿像今日这般被一帮奴才吓到。儿臣受教了。陛下，微臣该死啊！微臣养出这般逆女，真是无颜面见陛下。你的确是养了个好女儿啊！哼，她不光丢了你们江家的脸，如今是要连皇家的脸也丢尽了。陛下，容臣细禀，全方院一事皆是微臣之错，清歌只是一个受害者，无辜。可是据朕调查，他可是一点也不无辜，想要害别人，结果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千错万错，皆是臣女一人之错，臣女愿意认错，求陛下责罚。我要迁怒于臣女的父母兄弟，他们对此全然不知，都是被臣女连累的。六妹妹，你不必再为我遮掩，陛下慧眼如珠，你这么做反而是欺瞒陛下。五哥，这事本来就是我做的，跟你无关，你不要乱说话。陛下，以清歌的性子，他做不出来那种事。他这么聪明，此事若由他来做，必然不会今日这个结果。今日是我犯蠢了。你是想替你六妹妹顶罪？并非如此，苏黎与六妹妹之间其实早就不和了，一切都是苏黎故意挑衅在先。清远心疼六妹妹，又知苏黎与顾千城有私情，便买通顾千城身边的小厮，想将此事爆出来。今日全方院赏菊会，顾此跑来告诉我，说两人在客院私会，我便亲自去查看，果然如那小厮所言。我想抓他们个现行，便故意缠着母亲，引他去客院摘桃。你这孩子糊涂啊！苏轼装模作样的抹眼泪。按理她也是你的亲妹妹啊，你怎能如此呢？亲妹妹又如何？自她来江府，府中鸡犬不宁，母亲时常为她心神不宁，更是害得六妹妹满身是伤。虎哥，你是一心为我，可是我却因此害苦了六妹妹。我万万没想到，苏黎和顾千城有高手，他们一早就知道顾此被我收买，客院私会就是故意引我上当。等我带母亲赶到时，客房中的人便换成了战王和六妹妹。萧帝看向萧远，你当时是什么情形？回陛下，臣当时多喝了几杯酒，觉得有点晕，就在温泉附近的庭间小憩。可等臣醒来时，神就已经在客房了。臣虽然没有什么本事，可是寻常人也是进不得臣的身的，哪怕臣喝多了，也不会醉得人事不知。所以，此事绝非寻常。臣女怀疑他们本就是冲三殿下而来，一方面将计就计，将我困在群芳院；另一方面又利用那些患者同时攻击仁济药馆、侯府还有群芳院三处，声势浩大，且进退自如，连父亲都奈何他们不得。陛下，这两件事情联合在一处，其背后的居心令人不寒而栗呀。是啊，陛下，他们知道清歌跟三殿下同开医馆，便从他身上下手，拖三殿下下水。这一切不过是那幕后之人的阴谋。陛下，清歌真的是无辜的。陛下，
微臣与清歌虽被算计，但我们之间是清白的。臣便是中了药，也一直谨守礼法。那林歌丸的事，他又该如何解释？他和钱掌柜高价受药，引得民怨沸腾，世人不知真相，都将此事怪在觉儿身上。此事的确是臣女一手操控，三殿下毫不知情。臣女一直可以瞒着他，还重金收买钱掌柜，让他一起瞒着三殿下。你为何要如此？臣女。江清歌看向萧帝，欲言又止。有什么事不能说？不是不能说，是臣女这点秘密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。陛下若是真的想知道实情，臣女可以与您一个人说。你这么一说，朕倒有点好奇了。你随朕来。好了，这里就只有朕一人，你想说什么便说吧。是。江清歌点头，未开口之前却有匍匐于地，重重地给萧帝叩了几个头。萧帝皱眉，这是为何？臣女这番心思实在可诛，不可求陛下原谅，却也不欺瞒陛下。臣女之所以疯狂敛财，是想为三殿下寻条后路。他堂堂皇子，何须你一个臣子之女为他寻后路？他是皇子又如何？陛下有那么多个儿子，除了他，其余哪个没有强大的母族？只有他，母族不显，母妃不受宠，处处低人一头，便是受了谁的欺负，也是不敢吭声的。因为陛下，您根本不在意他的感受。大胆！你竟敢妄议天家父子之情！臣女既然敢说这话，自然是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江清歌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来，继续道：要杀要剐，全由得陛下吧。不过，请陛下听臣女把话说完。你说，陛下生气，是因为臣女说的是实情。三殿下最有皇子身份，活得还不如世家公子轻松自在。哪怕他从未想过要跟谁争什么，可是这身份注定他前路艰难。太子萧凛是陛下您的嫡长子，可是他残忍嗜杀，心胸狭窄，将来若是为帝，怕是很难容下其他兄弟。别人有母族支持，或许能全身而退，可有谁能护着三殿下呢？你能护得住他？臣女自然也没那个本事，但臣女总想为他做点什么。臣女一介闺阁女子，无权亦无势，唯有多备些银钱做后路。有了这些钱，殿下或许能多养些得力人手在身边，关键时刻总能派得上用场。哼，你想的倒是长远。萧帝听到这儿，唇角已不自觉扬起来。这世上真心是最难求的。江清歌察言观色，知道自己那番诛心之言已然生效，遂继续说下去：陛下，您是天下之主，自然是要顾念万民。可是臣女眼中却只有一个萧诀，臣女恋慕他，希望他这一生都平安快乐。只要他能好好的，臣女便算下地狱又如何呢？臣女不在乎，臣女只在乎三殿下。你倒是个痴情的。陛下谬赞了，臣女其实是个蠢的，在遇到三殿下之前，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计算什么，跟所有闺阁女子一样，父母想要我嫁谁，我便嫁谁。可遇到了三殿下之后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当时觉得这话颇是好笑，情有什么重要的呢？明明是生死更重要啊。可是见了三殿下之后，我忽然就明白了这话里的意思。原来这世间真的有人能将另一人为他生，为他死，心甘情愿，无怨无悔。好一个为他生为他死，无欲无求。萧帝听到这儿，拍掌轻笑：哈哈哈，觉儿，你跟朕的命一样好，有这般惊才绝艳的女子，愿意为你生死不顾，真是天赐福女啊！萧诀轻叹一声，从屏风后走出来。唉，是啊，清哥，我竟不知你对我用情至此。三殿下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一直在屏风后，你所说的话，每一字我都听到了。都听到了。江清歌呆呆地看着他，而后忽然捂住脸，转过身去。若是你在这里，我便不说了。为何不说？
身为女子，自当自尊自爱，不可为别人全抛一片心，不然那个人便会瞧他不起。不会，青哥，我如今知道你对我的一番真情，只会更加爱你疼惜你。不，殿下，青哥如今名声尽毁，根本就配不上殿下。不过如今却还可以为殿下做最后一件事，也是向那些被我坑害过的病患赎罪。父皇，萧绝看向萧帝，欲言又止。不舍得了，哈哈哈哈！朕这会儿也不舍得了。福运圣女，妙手仙医，这般人才，又是这般痴情忠心的女子，朕也不舍得送她上断头台呀。陛下，殿下，你们……江青哥呆呆看着两人，心中一阵狂喜，自是要赦免你啊！江青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你可是福运圣女。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了，这声音自小到大便一直在他脑海中回响。他下意识地往四周望了望，可他的四周只有萧帝和萧绝，再没有旁人。一时间他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于兴奋，出现痴妄症了。然而一念未了，那声音却又响起来，不是痴妄症，就是我在说话。江青哥惊愕莫名，以前这个声音总是空旷而渺远，好似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，有些模糊不清。这一次他听得很清楚。你是谁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回来了。谁？江青哥用意念与他对话。真正的福运圣女苏黎。她怎么会是福运圣女？明明我才是，她就是个乡下来的贱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她的。我该怎么办？你说的那番话只能勉强保住你的小命，想要他们继续喜欢你，将你列入皇家媳妇的人选，绝无可能。可是他们现在好像还对我一如既往的信任喜欢，那是因为有我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可以在我的脑海里说话？为什么你说的话只有我能听见，别人却听不见呢？你是人是鬼？你笑什么？有些事我不能说，你也不能知道。你记住，苏黎再不是以前的苏黎，别再莽撞行事。另外，把你那勾三搭四的老毛病改一改。那你可知他如何害得我？明明他和顾千城已经中了我的媚心符，根本就无药可解，可他们居然什么事也没有，反倒是我和萧雨跟疯了似的。媚心符这世间无人可解，除非什么？那声音没有作答，好像也陷入了沉思。江青哥静立良久，仍未得到他的回应。青哥，你怎么一直傻站着？父皇赦免你了，你还不快点谢恩？江青哥如梦初醒，口头如捣蒜。谢陛下宽宥，臣女感激涕零，陛下大恩大德，臣女来世定结草衔环为报。倒也不用来世。萧帝笑着拉起他，今生就还给菊儿吧，有你这般痴心又伶俐的女子在她左右照顾着，朕也再放心不过了。江青哥听到这话，不由又惊又喜的。听萧帝这话里的意思，竟是要让萧绝娶她了。出去吧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把药馆的事情解决掉。陛下，这逆女没惹您生气吧？福运圣女素来只会给人带来好运，怎会惹人生气呢？朕听她一席话，心情异常愉悦，朕已宽宥她的所有过失了。就知道陛下不会为难一对有情人的。江青哥听到这话，额角又突突跳起来。有情人？战王这是何意啊？你与青哥不是被人陷害吗？萧允正要答话，江青哥抢在他前面开口。正是，战王殿下是说他与王妃呢，王妃误会了他，跟他又吵又闹，陛下如今宽宥了我们，便等于替他作证了。等回了王府，王爷也该好好同王妃解释一番才是。萧云看到江青哥那冷厉的眼神，下意识顺着他的意思点头，色声回。不过太后已然赐。允叔叔，那些事莫要再提了，当务之急是赶紧把药馆的事情处理了。我的名声无所谓，可是三殿下的名声一定要保住才行啊。菊儿不能落了污名，与他将来入主东宫极为不利。陛下要三殿下做太子吗？怎么不妥？怎会不妥？三殿下龙章凤姿，聪慧过人，堪当他人。
觉儿是朕最得意的儿子，将来东宫之主就是他，他绝对不能出事，亦不可能有任何污点。庆哥救过觉儿，朕亦要护着他。你们仔细想一想，有什么法子就能护住这两人，又能平息这场风波？江斐听到这话，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，不自觉地又看向江青哥。事情都糟糕到这种地步，居然还能再次翻盘，这个女儿真是不可小觑呀。在一切平静以后，皇宫某处偏僻宫院，一只信鸽扑棱棱地飞出去。半个时辰后，信鸽准确无误地落在了谢府内院。这个位置坐久了，人心就变了。他早些年也曾励精图治，为政典范，现在却越发刚愎自用，宠信无能之辈。父皇当年是看中你小小年纪，心中已有韬略，注意你做皇太孙，你又有谢家扶持，不然那龙椅究竟落入谁手，还未可知啊。可能就是因此，他才整日惶惶不安，非要除掉我吧。父皇曾说他心思缜密，多疑自私，直到今日，他罔顾律法和百姓，一味袒护小爵。阿林，你如何是好？我现在挺好的，有时你总喜欢逗弄我，跟我掰腕子，现在可要再玩一把。靖王一怔，抬头看着他。现在我记得幼时，你明明比我大那么多岁，却总是输给我。臭小子，没大没小的，敢不敢赌一把？你想赌什么？听闻你前阵子买了一只龙凤玉镯，就赌它。靖王瞪眼，那玉镯我盯了很久，好不容易才拿到，这才刚到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也在惦记那镯子。靖王忍不住又生气起来。你要镯子干什么？不会是想给未来太子妃吧？张家女并非良配，也担不起太子妃之名，可她偏偏要指给你。是啊，不过张家亲事已经退了。靖王斜觑着他道：你莫不是看上什么人了吧？且不说这些，先来掰腕子吧。靖王轻哼一声，伸出手与他相握。原本以为他握住的会是一只冰冷无力的手，可一上手才知道自己想错了，这只手竟远比他想象的刚劲有力。你好了？好与不好，试试便知道了。就是你那意中人，快带过来我瞧瞧。我还是走两步吧。你真的好了？萧凛冲他摇摇头，小心隔墙有耳。靖王连忙噤声，压低声音兴奋追问：怎么好的？前几天你还卧床不起，怎么忽然就好了？腿也好了？快走两步我瞧瞧。还没有好彻底，但是快了。苏姑娘说了，现在还不能下地，让你老实待着。靖王一怔，苏姑娘就是你那意中人，快带过来我瞧瞧。我还是走两步吧。你居然叹气，那姑娘不喜欢你？萧凛点头，撑着桌子直接站了起来。李如风扶额，说就苏姑娘知道了，这有训人的。萧凛不以为然，我怕她，我这一天都没听她的话，她能奈我何？哼，苏姑娘说了，您若不听医嘱，打明儿起她就不来谢府了。别人自己都不在意，这病不治也罢。萧凛看着他，有这事？什么事啊？一道清甜的声音轻巧巧接过，萧凛一个箭步坐回榻上。苏黎进门，朝靖王俯身行礼。臣女苏黎见过殿下。你认得我？殿下名满天下，谁人不识？闺中常听靖王美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封神俊朗。这小丫头好甜的一张嘴。本王都一把年纪的老头子了，倒是你，阿林这病那么多大夫瞧不好，你一出手就治好了，当得起一句神医。殿下谬赞了。靖王打量着他，愈看愈觉得他眼熟，忽问：你认识苏宁吗？她是我的母亲。靖王愕然，倏地看向萧凛，原来他就是跟江青哥斗法的那个苏黎呀。
怎么，殿下才认出来？我就是没往那方面想。小姑娘，你今年有13吗？苏黎自从来到这方天地之后，被人问过无数次这样的话，无奈笑答：回殿下，臣女马上就满16岁了。真没看出来。对了，关于你母亲的那些事都是真的吗？殿下指哪些？就是你母亲让江青哥冲你的血，又故意拿你顶包，陷害你嫁给顾家二郎之类的。这些事的确都是苏氏做的。苏氏，哎，你如今也不管她叫母亲了。听殿下的意思，您似乎认识苏氏。我同你母亲岂只是认识，我俩青梅竹马，有时我还说要娶她当媳妇儿呢。那个叔祖父，当着小姑娘的面，您老能不能稍微委婉点？这事儿何须委婉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只是我们那时候年纪小，就没有挑明关系。谁知半道杀出一个狗江匪，也不知他用了什么狗法子，赢得了你娘的芳心。殿下风采，江匪不及万一。哎呦，小姑娘比你娘亲有眼光。哎，你母亲执意下嫁，婚后又是贴补嫁妆，又是侍奉公婆，哎呀，还得给那姓江的生孩子。叔祖父，您少说几句吧。殿下，无碍的，我很喜欢听靖王殿下说话。你母亲为他操持家事，又接连给他生孩子，你外祖家为他谋官职，如此捧着他，这个狗东西还不知足，在外勾三搭四。勾三搭四，殿下如何得知这事的？本王亲眼所见，当时在陈州府遇到他，我本以为是他跟你母亲出游，回京之后才知你母亲就在京中，未曾远行。殿下可见过那女子的长相？我当时没怎么在意，不然也不会误把对方当成你母亲。苏黎正要再问，却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迅速靠近。殿下，宫中来信了。程颖将一张纸条递给萧林，萧林展开来。江青哥居然没有被责罚，不仅如此，他还得皇帝和萧爵的欢心，要把他和萧爵一起摘出来。江青哥惹下这么大的乱子，他们父子俩到底怎么想的？苏黎乍然听到这个消息，也是惊愕异常，原想用此事彻底将萧爵和江青哥隔开，让他们互相撕咬，反目成仇。现在看来，他想得太乐观了。书中的男女主果然是天定姻缘，怎么拆都拆不开呀。事已成定局，他们想要洗白，谈何容易？如今民怨沸腾，只要他们能平息民愤，再拿出证据证明有人恶意栽赃，将水搅浑，届时谁还分得清孰是孰非？真的就是真的，哪怕他们花再多的银钱，永远都变不成假的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来个将计就计吧。第二天一早，苏府门外来了一群人，他们自称是那些死去将士的家眷，围住苏府要讨公道。贪墨军饷，害死数万将士，你们怎么还有脸活着？只要我们一日不死，你们就一日别想安生。苏黎用民怨攻讦江青哥和萧爵，江青哥就还以民怨。毕竟辟谣最好的办法就是制造另一个更大的谣言，何况苏家通敌卖国之事在京城几乎成了定论。这些人在门外叫嚣，原本以为苏家人不敢开门，没想到苏家大门打开了。接着苏金寒推着苏老夫人出现在众人面前。诸位，你们的亲人死在战场上，你们痛心想要发泄，可是老身的丈夫，老身的儿子，苏家的儿郎几乎死得一干二净。铁英军兵败的消息传出，老身主持丧事，变现金银，抚恤将士家小。老身自问，对得起天地，对得起已故的夫君和孩子。你们苏家通敌卖国，贪墨军饷，他们死有余辜。男人梗着脖子力争。你口口声声说苏家贪墨，苏家抄家那日你们也看到了，
我苏家可有成堆的金银，可有数不清的房产田地。苏家世代忠良，赤胆忠心。苏家儿郎马革裹尸，老身敢说一句：苏家无愧帝王，无愧百姓。妇人张氏尖声哭叫：可满京城的人都这么说，难道还错了吗？张氏，你丈夫战死的消息刚传回来，你就闹着要改嫁，后来拿了苏府给的抚恤银，跟姘头走了。张氏嘴唇哆嗦了一下，眸光躲闪着。你们这些人，我苏家是否通敌叛国，你们当真不知道吗？铁鹰军未曾全部阵亡，那些战场上回来的士兵们是怎么说的？你们没听到吗？苏金寒说到这儿，眸中一片猩红。大战在即，运到营地的军粮多半是发霉的陈米，未上战场之前，便有一部分兵丁因此腹泻中毒。数九寒天，他们免疫力全是无法御寒的柳絮。即便如此，苏老将军带着铁鹰军杀敌2万，打得敌国元气大伤，内战我祖父、我父亲和2叔尸骨无存，4叔杳无音信，3叔重伤回京。如今人还关在大牢中，怎么到最后我们苏家就成了通敌叛国的罪人了呢？苏老夫人听完他这番话，亦是泪流满面。老身不知今日你们受何人挑拨来此，不过你们来得对，苏家承蒙这份不白之冤太久，老身要去宫门御道求见皇上。诸位想要公道，同老身一起去吧。这些人中不乏受了江青哥好处的人，他们敢来苏家门前闹事，可不敢闹到帝王面前。有几人作势要走，苏金寒见状叫道：几位，你们不是来公道的，如今还没还你们公道，这就走了吗？苏老夫人，你可是对朕处置苏家的结果有所不满？回皇上，苏家所求不过是一个真相，臣女外祖父2位舅父战死西境，臣女只想他们身后名清清白白。刑部尚书，这个案子到了刑部，为何迟迟没有结果？皇上，此案暂无实证，故而没有判决。苏黎即便是跪着，背也挺得笔直。既无实证，便是诬告，刑部为何不驳回？刑部尚书怕萧帝，可不怕一个小姑娘。铁鹰军幸存者中有一位百夫长，他状告有人克扣铁鹰军军饷，军粮冬衣以次充好，可他当时重伤，没多久便死了。那位百夫长可说了状告何人，没有真凭实据，刑部如何断定是我外祖父所为？当时调了兵部的存档，上面清清楚楚就这粮草冬衣的数量、发放时间，只可能是在路上，或者到了军营才出了事。大人也说了，可能是路上出了问题。那么请问大人，可派人前往沿途州县打探过是否有人大量出售或者是收购粮食，又或者可否打开各地的粮仓，重新勘验过数额？不同产地的粮食味道和形状会有差别，冬衣更好查。如此大的数额，绝不是1-2户人家能做出来的。检查记录在册的纺织厂，或者偏僻又富庶的村庄，这些大人可都查过了。刑部尚书被他说的冒出冷汗来，下意识抬头去看龙椅上的人。臣。门口突然有太监的传报声：皇上，昭王殿下求见。萧帝闻言蹙眉：无见，让他回去。殿下说他有要紧的事儿，关于苏家贪墨一案。殿下说他有要紧的事儿，关于苏家贪墨一案。让他进来。昭王大步跨进殿内，先朝上手的萧帝行礼。不是说有苏家案子的线索？昭王忙不迭点头。儿臣听说父皇在为苏家的事烦心，就想着为父皇分忧，于是让人盯着苏家的动向。果不其然，发现一个女人偷偷摸摸出现在苏家后门，怀里还抱着一个匣子，把东西和人带上来。江斐惊讶地看着苏轼：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回家探望母亲，不知为何被这人抓来。切，回家探亲带着账本和信函，糊弄谁呢？那些是我陪嫁庄子里的账本，我本是要将庄子还给母亲，以供苏家人度日。几日前侯夫人刚刚在姑母的宴会上和苏家断了亲，转头又去接近娘家，不觉得这谎言太离谱吗？不论苏家认不认我都是苏家的女儿。父亲年迈，我实在不忍心他受苦。胡说！哼，你分明是去毁灭证据的。江斐立刻上前给了苏轼一巴掌。臣父，你糊涂呀！
怎能因你私心置朝廷法度于不顾？你让我还有何颜面对皇上？皇上，臣妇是一时气昏了头，为了帮家人脱罪，意图毁灭证据，臣妇该死啊！苏老夫人懒得多看他一眼。皇上，臣妇已同此女恩断义绝。当日苏家落难，他唯恐牵扯到自己，与苏家不再往来。娘，你当真如此恨我吗？侯夫人，你说你去销毁证据，为何不直接一把火烧了，反而抱着证据到处跑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？昭王当即大胆猜测，莫非苏老夫人把这证据藏到了江家？怪不得苏家抄家的时候都没发现，难不成苏老夫人面试和江远侯夫人断亲，也是为了掩盖证据？江斐倏然抬眸去看昭王，这话看似句句在帮苏氏脱罪，实则分明是在诱供。这匣子是母亲托我保管的，但我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。直到公主赏菊宴前，母亲叫我回家，说要与我断亲，并嘱咐我务必要看好那个匣子。江斐心中咯噔一下，当即同苏氏一起跪下，重重的磕头。哎呦，是臣管教无方，才会纵容奸逆，做出如此罔顾法纪之事。臣愿卸旧官职，进足府中，恳请皇上饶恕奸内呀！臣妇不知，犯下大错，任凭皇上处置。切，当真是夫妻情深，大家还是先看个证据吧。他让手下人将信函和账本给御书房中众人传阅。这是一份交易账册，上面粮食的数量与朝廷每次派给西境的一模一样，还有跟几大粮商往来的信件，上面写明了如何以次充好、货款交易等。这下是真的证据确凿了。可刑部尚书本来很高兴能找到证据，想着终于能结案了，可这份证据越看越心惊。他断案多年，很多证据打眼一看便能知真假。刑部尚书试探问：这江远侯夫人确定这匣子是苏老夫人交给你保管的？那你为何要送回苏家？苏氏正要说话，突然腹中传来一阵绞痛，他蜷缩起来，痛意却越来越明显，一口黑血从口中喷出来，人直直地倒了下去。众人惊呼着后退，只有苏黎上前去探苏氏的脉搏，脉象微弱，中毒已深。苏黎看向江斐，没错过对方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。苏黎当即扶着为苏氏喝了一大壶冷茶，直到他将水吐出来，又为他吃下一粒解毒药丸，正要把人放平，余光瞥见江斐，指尖快速结咒，一个土针符落在苏氏的后颈上。谢府，萧凛坐在榻上，床边摆着一个炭盆。说这份证据摆出来，苏家便是满门抄斩也不为过。江斐真是狠毒，若不是苏家，哪有现在的他呀？要说苏家人眼光也是有问题，那么多世家公子不选，偏偏养了一匹白眼狼。萧凛看着外面逐渐偏西的太阳，问：程颖、如风回来了吗？还没，那些部将大多是周围几个县的，想找人不太容易，加派人手去找。萧凛思索片刻，老二还有点用，有他在，姑也能放心些。程颖心想，谁能让苏姑娘吃亏呀？他让别人吃亏还差不多。刑部尚书一一指出这些证据中存在的问题，江斐的脸色逐渐沉了下去。这不是他之前准备的那份证据。父皇，这份证据没准是苏家故意为之，不然如何解释侯夫人回苏家又刚巧被二哥抓到？老三，你的脑袋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就不想别的了吗？看苏氏之前的样子，分明不知道这份证据有问题。万一他想不到今日带证据上门，或者我没那么闲，管苏家这份闲事儿呢？这件事儿怎么看，苏家都像是冤枉的。启禀皇上，江远侯夫人与娘家不和，既然闹到断亲的地步，竟然又对苏家明帮暗害，皆是因为她根本不是苏家的苏宁。苏黎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纵然她行事有些偏颇，可她是你的生身母亲，你怎能如此冤枉她呀？苏黎的话也把其他人惊住了。苏黎，你可有证据？若没有，朕便按忤逆之罪处置你。
皇上，这个苏氏自从生下阿离之后，性情大变，新年擅长的琴棋书画却再也不碰，倒是练出了一手好绣功，就连饮食口味也变了。正是因为这个惹你们怀疑，简内在生小女儿时九死一生，人在生死边缘，难免大彻大悟。她产后曾一度消沉，故而口味变了。至于刺绣，不过是我让她打发闲散时间的消遣。江斐朝萧帝道：皇上，臣出身微寒，侯府无甚家财，简那边亲手为臣和几个儿女做衣裳鞋袜，这才会弃了前妻，改学针线。只要江斐想保住苏氏，就会有1000种理由解释那些不合理的地方。苏老夫人，你们可还有别的证据？苏黎淡淡一笑：当然有，最大的证据不就在这里吗？他走到昏迷的苏氏身边，拔下簪子刺他人中，当时鲜血就涌了出来。苏氏悠悠转醒，有些恍惚。苏黎不待他完全清醒，直接问：是你杀了苏宁？不是我。那是谁？苏氏想说他不知道，可嘴巴说出的却是江斐。你糊涂了不成？你就是苏宁。苏氏脑袋越发的昏沉，他摇着头：我不是。苏宁那个贱人，仗着家世好嫁给了你，她死了是她活该，她生的那几个贱种就该跟她一起死了。不是苏黎那个小贱人，我们亲哥怎么会受辱致死？苏氏说着，神情愈发激动，捶打着江斐：都怪你，是你骗了我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杀了那个小贱种，让他来祸害我的亲哥？你是不是还想着苏宁那个贱人？你说呀！皇上，江斐杀妻，李代逃江，苏氏供认不讳，还请皇上为苏家做主。京中认识苏氏的人这么多，若是真的被人冒名顶替，旁人看不出来，他身边亲近之人总看得出来。萧帝目光落到一直不曾出声的靖王身上。皇叔，你与苏氏相识多年，眼前这人是不是苏氏？皇上，若是看脸，这人的确是苏宁不假，可他行为举止却和从前的苏宁大相径庭。臣有个大胆的猜测，你说？靖王故作犹豫。皇上，会不会是巫蛊之术？殿中人纷纷倒吸一口冷气。巫蛊历来被视为禁忌，前朝正是因巫蛊之乱灭国，当时的皇族被人下咒，导致接连3位帝王早逝，一代王朝走向末路。皇上，巫蛊之术无声无息，害人性命，受害的人全然不知，只会觉得身体疲乏，头脑昏沉，以此害人，防不胜防，歹毒无比。昭王更是吓到嘴唇颤抖。父皇，如此包藏祸心的邪术，您不得不防啊！萧帝浑身一颤，看向江斐的目光带了杀意。江斐夫妇押入大理寺，禁军即刻查抄侯府，一寸一寸的搜。众人只当萧帝是忌惮巫蛊，苏黎却知道萧帝真正的目的是什么。他在萧帝身上感觉到一种高阶符咒的气息，故意出言试探。果然，萧帝听完脸色大变。苏黎看向额头满是冷汗的江斐，摇了摇头，不是他，那样的符咒不是他能练出来的。苏黎又想到了江清歌，可他见过江清歌的符，威力一般，还伴随着反噬，应该也不是他。正思索间，有小太监匆匆忙忙地跑进来通报：皇上，外面来了好大一群人，都跪在宫门外，说是铁鹰军残部，他们请求您还苏家公道。苏黎回神，紧跟着跪地，请皇上还苏家一个公道。萧帝大手一挥，命刑部和大理寺联手彻查苏家通敌贪墨一案。这个案子人证物证俱在，剩下不过是走流程而已。苏家人见到萧帝身边的首领大太监亲自送苏老夫人和苏黎出来，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。苏金寒小声追问：阿离，宫中的情形如何？皇上怎么说的？阿离，你如此逼迫皇上，就不怕惹得他雷霆震怒？祖母，今日的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皇上但凡在乎名声，就必定要彻查。如今不仅能还苏家清白，还揭穿了苏氏的真面目，往后他再也不能顶着母亲的脸做坏事了。不明就里的苏家人都瞪大了眼睛。皇上知道了姑母的事，
江匪用了一种恶毒的办法，将苏氏的魂换到了母亲身上，所以谁都没能发现，只觉得她生产过后性情大变。苏老夫人眼泪簌簌而落，为自己那苦命的女儿，苏金寒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打死姓江的。阿离，皇上很看重姓江的，这件事只怕会被轻拿轻放。不会，江匪犯了忌讳，下场只有一个死。不只是他，江家的人一个都跑不了。我后面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没时间看江青哥蹦跶了。那江青川兄弟几个也会被降罪吗？他们是江家人，自然会被牵连。此话一出，不止苏金寒，苏老夫人周氏以及苏灿之都看向他。苏黎认命地叹了口气，谁叫他们识人不清呢？让他们先吃些苦头，后面我自有安排。表哥，苏家的冤屈很快就会洗清。今天开始，我要帮你和外祖母治腿，你的腿伤有点久，我需要将骨头重新接回去，这个过程会很疼。只要能治好，什么疼我都能忍。如今苏家的事了了，你这腿起码要在床上躺3个月。周氏激动的差点哭出来。那我们快回去。刑部大牢里，我不要待在这个鬼地方，放我出去，快放我出去！江匪厌烦他这泼妇的样子，冷冷地说道：说不是你没有脑子，一而再再而三被人利用，何至于此？苏氏尖声唾骂：呸！你这会儿都怪上我了，明明是你贪心不足，贪墨军饷，也还想嫁祸给苏家，这笔账你休想算到我头上来！你还敢说不是你的罪过？当初你故意接近我时，本侯就知道你居心叵测，后来出了那样的事，本侯看你可怜，我呸！你是看我可怜吗？啊！你是生怕我把真相说出来，再也享受不了苏家的富贵。还有那些乱军，他们真的是乱军吗？不过是你和那位……他说到一半，那声音被江匪死死扼住脖梗。贱人，就是你杀了他！你冒名顶替，享了这侯府的荣华富贵，本侯给了你那么多，你居然还不满足？你跟你那个女儿就是祸害。苏氏像条被宰割的鱼，在案板上挣扎着跳跃着，最终没了声息。苏黎先是给苏老夫人检查病情，再为苏金寒重新接好骨头，身上出了一身汗。重新沐浴更衣以后，坐到镜前差点认不出自己，右脸上的黑斑完全消退了，肌肤莹润，像刚剥过壳的鸡蛋，背齿红唇不施粉黛，多一分则妖，少一分则黛。阮玲看着自家姑娘，惊喜地叫道：姑娘，你的脸彻底好了。苏黎在镜中朝她弯了弯唇角，多亏了你，时时帮我涂药。阮玲被她笑得红了脸。是姑娘厉害，什么病都能治。我帮姑娘梳个好看的发髻，梳一个简单发髻就好。等会儿我还要去谢府，就是去谢府才要漂漂亮亮的呀。苏黎想到萧凛没见过她原本的容貌，不知道她见到自己现在的样子会不会被吓一跳呢？想到这儿，苏黎唇角不自觉地扬起。要我说呀，我们小姐才是京城第一美人呢，什么江青哥、许强他们都不及小姐美。苏黎到了谢府，从门房到李如风无不瞪大眼睛，一脸震惊的表情。苏黎扶额，早知道出门戴面纱了。殿下，今日苏家的事情多亏有你相助，苏黎感激不尽。若说感激，你治好了姑的腿，姑才是无以为报。那不如以身相许吧，正好你俩一个无以为报，一个感激不尽。苏黎的脸登时红了，不自在地低下头。萧凛偷偷看苏黎一眼，转而对靖王说道：叔祖父你这么晚过来，不会只是为了打去姑的吧？当然不是，上次输你的镯子，今儿特意给你送来。靖王朝苏黎的方向抬了抬下巴，示意萧凛赶紧送。萧凛想，姑倒是想，只怕会吓到阿离。多谢叔祖父关爱。靖王见萧凛不上道，想着帮自家侄孙一把。苏姑娘今日在大殿上风采着实令人钦佩。若是我儿子再大几岁，定要让他把你娶回家。哎呀，不过没关系，儿子不行，还有侄孙。苏姑娘，你觉得太子如何？苏黎看向萧凛，恰好对方也看过来，
四目相接，又同时移开。太子殿下是世间最好的儿郎，应当配世间最好的女子。听闻许小姐同殿下幼年相识，当是太子殿下良配。萧林眼中柔情消散，止于惆怅。靖王见此，只好转移话题。禁军查抄江远侯府，发现了很多符咒、朱砂这些做法用的东西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本账册，上面记录着侯府进项，数额巨大，可能和苏家贪墨有关。是江匪干的？十有八九，具体还要看大理寺和刑部核对粮草数额。不过江匪是死定了，江家人除了那个江清哥，其他人已经被关进牢里，等待查证后定罪。没抓到江清哥吗？查抄江家时，他不在府内，禁军在城内搜捕，也没找到人。哎呀，不过江家的几个儿子全都抓到了，全城搜捕都没找到，江清哥能藏到哪里去？这样的搜捕仅限于茶楼酒肆、街头巷尾和普通百姓家，王公贵族的府邸是查不到的。没准儿是出城了。从江匪入宫到禁军抄家，不到2个时辰，江清哥来不及为逃亡做准备，只可能是躲起来了。殿下，江匪罪名坐实后，江家人会如何处置？主犯斩首，家眷流放，家产充公。苏黎闻言在心中盘算起来。江匪罪有应得，不只害了发妻性命，又实行巫蛊之术，真是罪该万死。只是那个女人顶着苏宁的身体死在狱中，着实让我生气。苏氏死了？怎么死的？大理寺说是畏罪自尽，我看不像。苏家可要领回苏氏的尸身？我娘仍旧是苏家的女儿，要葬回苏家的。苏家的案子劳叔祖父帮忙看着，苏氏的尸身归还苏家吧。这些都是小事，我来处理。当务之急是萧决和宫里那位。提到萧帝，苏黎不禁想起今日入宫所见，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陛下身上有黑气萦绕。难不成江妃给皇上下蛊了？不是，那是一种很厉害的术法，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符篆。阿离，你可知是做什么用的？我看不出来，对方能力不在我之下，应该是皇上身边亲近之人。可会危及性命？现在不会，换言之，就是以后会。至于这个以后是1年半载还是10年8年，要看施术者的目的。我有一个猜测，需要阿离帮忙验证一下。叔祖父，下面我们分头行动。三人商讨完下一步计划，苏黎最后一次为萧凛行针，之后他的腿就算彻底痊愈了。刑部和大理寺联手，只用了3日，便将苏家旧案审理完毕。罪魁祸首江匪被判斩立决，萧帝返还苏家旧宅，还赏赐了财物。一直关在牢中的苏家3爷也被放了出来。还真是大快人心，这江清哥啊，总算是遭报应了。上次上剧夜那般处境，他都能全身而退，我还当此生都见不到他倒霉了呢。阿离，你看起来一点都不惊讶，这事儿不会是你干的吧？是江家罪有应得。没错，是江家人作茧自缚。江匪身为苏家女婿，不思感恩，反而贪墨军饷，致使铁英军损失惨重，只判他斩首，真是便宜他了。李曼英嘟起嘴，江清哥还没抓呢，想想就生气。禁军那么多人，怎么就抓不到他？苏黎抿了口茶，笑道：我已经有了江清哥的下落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快去告发他呀，让大理寺和禁军去抓他。那好，明日我请你们看一场戏。什么戏啊？京城来了新的戏班子吗？这场戏呢，比任何戏班子都精彩，且只此一场，千万别错过。青云山青云居，江清哥一身锦衣，倚坐在美人榻上，长发用一根碧玉簪子松松挽起，整个人如同一朵慵懒盛开的娇花。江远侯府虽然败落，但是有萧允在，依旧可保江清哥过衣食无忧的千金小姐生活。可这远远不够。苏黎那个贱人，我要将今日所受之辱1000倍100倍的还给他。